喂，能听见吗？能听见，好久不见。是确实好久不见了其实很多很多人在评论里问一个啊！问题：你当时为什么说对不起？就是说你自己没有英文名字。哦，是因为这样，就是玩这个软件儿，其实我已经用这个软件儿用过一段时间了。我认为可能就是外国人打招呼的形式，就比如说会通常情况下问我们的名字这种，人家都会很礼貌的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但是我真没有英文名啊！我说我真没有英文名，然后我说我只有中文名，然后他说，然后人家都会说 OK，那好，那你中文名是什么？然后我就告诉他了，然后他们就学不上来，根本学不上来一点就是根本听不懂。说啊，我说 never mind，别在意，我只能说 never mind，我怎么办呢？后来我就习惯性了，我就告诉他不好意思，我没有英文名，就只有中文名，我就习惯性的这么说了。然后也确实是没有。其实我有差不多的情况，因为我的真名叫 Mighty，嗯但是很嗯，多人不会弹舌，所以我就说啊，好吧，叫我玛丽或者 Mary，因为他们不会这弹舌。个我其实我真会这个 Mary 是吧？不是，就是那个弹 Mighty，舌那个音 Mary，对对对，很厉害，你确实会弹舌。我确实会。你现在说的那么快，然后有那个东北口音，我觉得好多学生，如果他们比如说HSK 3级、4级，他们就听不懂你说啥。我尽量控制一下，我尽量控制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得控制一下，像上课那样是吧？像上课就是稍微慢起来。对对，因为就是我听懂你说什么，然后我觉得那学生呢，他们好像根本听不懂。主要跟你聊吧，跟怎么说，跟学生比，跟学生聊稍微放松一点，就是我知道你能听懂，所以说就可能没那么在意了。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想跟你聊一聊那个称呼的文化，因为有一些学生他们问我，那为什么中国人叫我小妹妹、小伙子，而不是直接说他们的名字？他们就觉得啊，我刚才说了我的名字，他为什么叫我小姐姐、小妹妹等等？这样啊，通常情况下来说呢，如果我们跟另一个人不熟悉，在中国的一个文化里，可能是啊，假如说，因为我们可能也不清楚人家的全名是什么，但人家告诉我们了啊，你叫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跟人家，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见面嘛，所以说跟人家还不太熟悉。那这样的话，我们觉着直呼人家的大名，觉着是一种不礼貌的情况。那我们反倒就是称呼人家，因为人家是女孩嘛，那可能就是看长相觉着她比我们小，那我们就会称呼她为小妹妹。如果说是一个男生的话，那我们就是帅哥啊，比如说小哥哥这种会更好一些，比就是直接称呼对方名字会感觉上在中国文化里会更礼貌一些。对就比如说我的名字，如果说我在街上，比如说突然间不认识一个人，别人不认识我，突然间别人叫我大名，我也会觉得，谁叫我这啊？谁？怎么直呼大名啊？就这种出了问题吗？啊，这个对呀，感觉。就一下就感觉不对啊，谁？如果是好朋友无所谓，但是如果不认识我，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就肯定会有这方面的顾虑，所以说会更偏向于叫称呼，比如说女生很好看、很漂亮，可能是美女、小妹妹或者小姐姐这种，然后男生就是小哥哥、帅哥，这样会在中国文化里会更礼貌，显得礼貌一些。那你姓王，叫王慧智，那我应该怎么对，称呼你呢？直接嗯，说慧智还你怎么是？称呼我？对对，可以可以可以。你看我身边的朋友一般都，比如说可能在别的国家可能也会这样。我觉得可能你身边的朋友会跟你起很多的，就像外号啊、绰号啊这种，或者是像我叫王慧智啊，我身边朋友可能不直接叫我王慧智，可能直接就叫慧智，就这种可能会这么叫还有比如说，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发生点了什么，但是我们互相都知道的这个梗，他们可能会这么叫，就是用那个梗来叫我。但是通常情况下，大家都会叫我，比如说熟悉起来都是慧智，或者但是我家里人，比如说亲戚，我爸爸妈妈可能不这么叫，可能叫我小名。对，那每个中国人都有小名吗？其实不一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的，这是分人吧，分情况吧，我觉着。但是我是有的，这是我舅给我起的，我舅舅给我起的。我们那家我们
我姐姐、我小弟、我小妹儿，我们都有小名的。所以说我们一般都不叫我们大名，也不叫慧智啊，也是不叫什么王慧智啊，这种就是都叫小名，就这种家里人嘛，可能显得更亲近。这种啊，你的朋友知道你的小名吗？很少很少有一部分人知道，真的是很少。这种小名轻易不会让，也不是有意隐瞒，但是轻易不会让别人知道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家里人称呼的这个东西。但是，他们是咋知道的呢？就是我在大学宿舍打电话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没戴耳机外放的时候，可能家里头人叫我了一下，他们我室友就听见了，他说啊，你叫这个，然后他们以后就没事就这么逗我，比如说就叫我什么什么什么，我说小心点啊，我说小心点啊，就是家里就是很亲昵的一个叫法吧，很亲昵一个叫法，轻易嗯，不会叫你大名的，因为就像我说，如果说一旦叫你大名了，那这个事儿就很严肃了，就是比如说你犯错了，叫我大名王慧志，就这种的，我说啊咋的了啊咋的了，就这种。我知道，我知道。好的，那比如说我比你大5岁，好像5岁。那除了我的名字，你还可以怎么称呼我呢？称呼你吗？嗯，对对，就是是不是小姐姐或者其他的方式呢？还是你如果是朋友的话就不说吗？对，因为是朋友，我们已经很熟悉了，可能我也不会对，就是感觉显得叫小姐姐有点太假了，太见外了。我可能会叫你的名字，因为你告诉我玛丽嘛，对吧？我可能会这么称呼。然后，但是我一旦觉着我已经知道你名字了，我们很熟悉了，我再叫你小姐姐，再叫你美女啊，这种我就觉得这个又觉着很奇怪了，我就觉得这也不对呀、这不行啊，这个对。嗯，对，最好不说阿姨和大姐。这肯定是不可能的，这肯定是不可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网友都会觉得说你比我看起来大很多。就是那个第一次我们见着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着就是同龄人差不多大，真没觉着差多少。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说差，能差多少？这明明就是同龄人嘛。其实你跟我姐，我姐也就是大我5岁，那就一样嘛，我们就是同龄人呐、这怎么能差几岁？我合计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呀。就是很多人，就是说在那个评论里说，她，啊就是那个女的比她大10多岁，就是他们为什么聊天啊？我觉得啊，10多岁啊，就是十上10岁吗？没有，真没有。我首先我也没有这么觉着，但是我在那个软件上我也是，就是这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外国的文化，就是大家外国就是别人在跟我打招呼，通常情况下首先可能会问我我叫什么名字，其次呢基本会问我你多大这种，然后呢一般情况下。至少在那个软件上，大家都会说你猜你猜这种。我说那好了，我猜完了，该你猜了。他们他们都觉得我18、16。我说啊，我18，我16。我说嗯，那对外国人来说，就是亚洲人，就是看起来很年轻，所以他们，是因为就我们这个长相长得就是很年轻嘛，就是对啊，本身对，所以如果是亚洲人，然后我们试试猜猜他们多大，我们都猜错。都猜不准是吗？对对对，猜不准，所以啊，哦，很正对，常。然后而且这个东西怎么说？毕竟我觉着，不管是在中国文化里，还是在外国的文化里头，我觉着你把别人猜一个很大的岁数，就很不礼貌，显得人家很老嘛，肯定谁都不乐意嘛。但是有时候我也确实因为没有别的意思，但就像你说，有的时候外国女生长得就是很成熟那种感觉，人家我不知道多大，人家让我猜，我说多大，我说16，我就16，不管多大，我就16。对对对，很对呀，聪明。就是我真猜不准呢。人家就是打扮自己，毕竟在这个网络上嘛，人家也想漂漂亮亮的，这个很好理解，我也很理解的。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确实猜不准，我这没办法，我就16，谁来我都16，我就是16。
That was the first part of our conversation. If you like this kind of video,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 And if you want more, we'll keep it going. Bye.